书我们说到，石头、春兰、爱江被一大帮军人、顶盔贯甲的军人给包围起来，这些军人也都跟着石头、春兰、爱江他们唱：“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军人的声音比较洪亮，而且有些嘶哑，听上去更加有气势，更加有狼性。石头也精神也被调动起来了，也就加入了他们，而且唱的自己感觉到也是非常的抒情，非常好。唱完之后呢，石头给其中的一个满脸刀疤的军士说：“这首歌太温柔了，我给你们唱一首，给你们教一首专门适合军人的一首歌。”接下来他就开始唱，用西夏语，我们现在把它叫西夏，那个时候呢不叫西夏，叫大夏国，就用党项语开始唱。Расцветание яблони круши 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Чу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Чу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Ой, ты песня, песенка девичья, ты лети за солнце навстречу, и бойцу на дальнем пограничье от Катюши передай привет. И бойцу на дальнем пограничье от Катюши передай привет. 军人们也就跟着唱，这些军人们都特别的聪明，尤其学歌学舞非常的厉害。大家都知道嘛，在古代，娱乐方式比较单一，你也不能整天去划手机去，也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更没有电视，更没有电影，也没有我们后代的杂技啊、马戏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开发自己身体的器官来给自己找乐子。唱歌跳舞就是其中之一嘛。咱们党项族原来来自吐蕃，也是非常善于歌舞的，所以唱歌是非常的快。他们对这些曲调稍微做了一些改动，对其中的词语稍微做了一些修改，唱出了军人的威武。所有的就是好几百个党项国骑兵都开始唱，就是唱就这么样一直唱下去。同时把石头他们裹在当中，就一直往前走。石头呢也就原来本来向新庆府走的方向，但是也不知道往哪走了，因为周围都是骑马的人，身穿着盔甲。唱着唱着，石头就不敢唱了，有点害怕起来了。他想起来他在前世在穿越之前跟军人的一些经历，他内心其实是很害怕军人的，因为他小时候有过一个很不好的经历。有一次他在上学，大约是3年级的时候，有一批军车从他们家门口过。他呢就跟一帮小朋友就对着军车挥手，因为男孩子都比较崇尚军人。这时候先过去的几辆军车也给他们挥手，也在说，也在给他们说笑。后来有一辆军车里面的人呢就不太友好了，就把脚给伸出来了，给他们挥脚。小孩嘛，也就从鞋里头把那个没穿袜子的光脚丫子伸出来，对着军人这么用脚这么挥。那帮军人觉得受到了侮辱，他们多少还有点自豪感嘛，军人的荣誉感，就下去追打这些小孩子。那小孩子的家长就不干了，后来就反映到部队上去，部队领导就过来慰问。就这个事情虽然很圆满的解决了，但是在石头的心里头就已经有了对军人的畏惧。其实这种畏惧也是应该的，我们不应该总想着因为有鱼水情就跟军人非常的接近，那是很危险的。在军营门前，你千万不要去找哨兵聊天，不要轻易的闯军营。好像是有规定，如果是离哨兵距离是4米还是5米之内，哨兵可能就可以开枪打你。所以呢，这也许我说的不对，但是要对军人要有一颗尊敬的心，但是呢，还有一颗敬畏的心，就是要敬而远之。石头就想离开这些人。这时候，那个满脸刀疤的军人过来说：“现在到我们军营了，你不能进去，但是你给我们唱了这么多歌，我们也不能亏待你。这样吧，我们再送你2匹马，送你一些弓箭，派2个人把你们送到前面的野狐泉村去。”石头觉得挺好，但是又有些害怕，他让这俩人跟着我们干什么？
是不是监视我们，还是半路上把我们给杀了？这可是军人啊！我们武艺再高，要打这些混刀子、白刀子进去、混刀子出来的军人，那可是可能我们3个人都打不过。打老百姓行，打军人可能不行。还幸好送他的这俩人呢，看上去还好像没有刀头舔过血，浑身都是村油味儿。石头判断这俩人可能是炊事员，2个人也虽然是炊事员，也很有军人的威严，一路上也不跟他们说笑，就把他们送到了前面的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大约有110来户人，还比较繁荣。村子中间还有个小集市。这个2个炊事兵把他俩送到一户看上去还比较大的一户人家，住的还不是窑洞，当然也有房子后面也有几捆窑洞，还住了个平房，旁边还扎着帐篷，养着马呀、牲口啊、骡子啊，还有羊啊、牛啊，看上去比较富裕。临走2个炊事员又拿下来几个皮囊里盛着酒，说是这是将军准备送给他们的。石头就在这家住下来。那天晚上太累了，他们就睡了一晚上，啥事都没发生。第2天呢，几个人把那牲口卸下来，牲口早就卸下来了，就是把牲口照顾照顾。看那家人对牲口还不错，帮着那家人干活，精神就放松了。跟女主人聊了聊天，女主人问他们，怎么样，有没孩子啊？都把他们认为是一家人了。这样呢，一天又过去，因为比较放松了嘛，觉得身上各种原来失去的感觉又恢复上来了。因为虱子特别多，就觉得痒得很。3个人把自己关在一间房子里头，炕烧的烫的，也不冷了，也不像我在这雪地里坐着这么冷了，就把衣服全部扒光，就开始找虱子，就开始用2个指甲皮掐虱子，掐的满屋子都是血腥气。后来觉得味道不太好闻，春兰先把那个酒囊拿出来喝了一口，爱江也喝了一口。石头呢也拿过来就喝，3个人边喝边掐虱子。我身上的，也没办法洗澡嘛，那地方拿大冬天的哪找着洗澡去，就是几乎是一丝不挂了。酒也喝差不多了，那俩姑娘相互对视了一下，过来就把石头给压在下面，就是一顿的折腾。石头还想装一装呢，还想装 A 跟 C 之间那个字母呢，他前世学过的嘛。他因为前面他在牛面馆打工的时候，人家给他说过，男人要得到女人的心，就得不停地装啊。他就使劲装，好像很便宜，结果欣赏非常的愿意，就行了周公之礼。2个姑娘都玩的时候酣畅淋漓，说你小子，谁让你不理我们的，谁让你跑掉了，把他在窑洞里头外面离家出走的那段全部给报复了回来。2个姑娘呼呼大睡，满足了。石头呢也是还想来一阵子，因为他精力特别充沛嘛，又在2个漂亮姑娘身上又耕耘了一番，就想起了他前世学的一首诗，好像是毛润之先生写给李静女士的，叫什么？我想起了，叫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人从容。远看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好，至于后事如何，咱们明天不是明天了，下个星期一再说。我这时候已经冷得有点发抖了，看来我也得找个炕给坐着休息休息了。可惜我没有2个美女相伴啊，要不然我也可以装一装了。现在装我只能给这雪装。好了，欢迎新朋友们订阅我，老朋友们继续支持我，再见。还想听啊？那首诗我又忘掉了。